创人数展示有限公司，是2000年在北京成立的，2012年成立了浙江华创，2018年的时候从北京把生产基地迁到了德州。北京这个办公基地，公司的规模200亩地的这个厂区，那整个销售额呢是5个亿的水准。体育品牌这一类是华创的老本行，做了20多年，从原创设计到店面设计，到定制道具，道具的产品是 shopping mall 里的那些店面的陈列的那些架子啊，还有收银台啊，包括门头那些 logo 啊，能看到的基本上的话都是华创要给客户提供的。本来的话呢，这个道具行业的小作坊、大作坊。就是多半的话，你看都是1、2个亿做到头了，设备比较落后的一个收银台的话，差个1毫米、2毫米，客户要求并没有那么精准。但是我们这些老板们的话呢，就错误的理解那个就是用比较便宜的设备、便宜的激光切、便宜的话呢那个折弯机，然后的话呢用人工焊接，那这样的话组合出来就是产品。一开始。折弯机，我们用国产，实际上的话，对我们的话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没有萨瓦尼尼的话，我看不到这个制高点在哪里。我看不到的话呢，有些客户要求的，比方说有些圆弧、有些异形的那种解决方案，你做的不是精准的，不是工业化的产品，它不是你的持续的能力。实际上，萨瓦尼尼我们很早就一直想买。但是我是想是来颠覆这个行业的，一定要把萨瓦尼尼买回来，可能整个你的加工设备才是完整的。道具行业是它要工业化，它不是做成那个作坊式的，它一定要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那工业化是理解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以激光切，然后到萨瓦尼尼，到这些精准的折弯机，你前面精度高了，它不是说那1、2毫米的收银台客户可不可以接受，是你的制造过程当中，他不接受你剪板出来的普通的折弯机，然后到焊接，它焊接自动化呢焊不起来啊，因为你的折弯的话不精准，前面的激光切不精准，焊接自动化肯定是实现不了的。那我们实际上是靠激光切、折弯机这个配套的精准化，解决了我们的道具行业的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就是焊接。第二个部分的话，它实际上是引导了我，开了眼界吧。知道的话呢，我可以做成这个样子。好，有萨瓦尼尼的话呢，我们可以跟客户介绍，你这种结构我可以这样去做，就等于说它要解决我们很多异形的小批量多品种的一些问题。我几乎的话呢，萨瓦尼尼都是一次性成功。那我们以前的话，可能要到3、5次打完样以后不行，报废了以后再来，那这个准确率的话，它实际上是成倍的这种准确率。普通的话呢，那个国内的折弯机只能就是说2轴、3轴吧，那萨瓦尼尼就是真是 N 轴你能感觉到它是整个都是立体的那国内的那个折弯机的话呢，它的柔性的话呢，实际上是差很多。你比方说有些折弯机它只能折一个盒子。但是你要折一些异形的，折一些精准度比较高的，那你还是要靠萨瓦尼尼。在国内的话，这些折弯机差距还是蛮大的。我们后来从萨瓦尼尼又思考配合怎么去布局，然后机器人怎么的话能够结合起来，它能够打通一些我们的任督二脉让我们的话呢就有更好的这个总体上的一些规划。华创一直在增长，利润跟那个销售额每年都在增长。那我跟我们同行比，他们都说明年是个坎儿。那我听这个话也听了几十年了，大家都说明年又是个坎儿。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坎儿？总体的来讲，以客户需求为拉动，很多人就会认为做一个品牌的话，做2个品牌就够了那你如果没有新的元素、新的客户的需求，大家的话都会麻木，员工做的麻木了就没有进步。能够把客户需求理解得更清楚，那你的红利、你的利润来自于员工的学习。那实际上的话，我们就是要带领整个团队的话呢，一直在学习。华创的话，这几年是深耕烙化了我们这个企业文化，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工厂一定是要跟同行不一样的，因为只有你做成凤毛麟角的企业，你才会赢。华创的未来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搭建这个平台，大家在华创这个平台上共同致富，创造这个行业的不一样的道具公司。以德州为基地，我们深入的话这个行业去解读这个行业的客户需求，
然后我们再在全国各地或者是海外建一些刀具的分公司、分厂替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萨瓦尼尼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也是认为萨瓦尼尼是对中国的产品、对中国的特性的话呢，还是把握得很准确的。然后我们跟萨瓦尼尼大家一起携手，能够获得整个客户的这种认可华创。那华创的产品的话是萨瓦尼尼做出来的，那也是认可萨瓦尼尼。那我们实际上的话呢，这个沿着这条线的话是共同的话呢，双赢的这三赢甚至多赢的这种局面。